嗯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哪来的怀表？还有警徽，特警队发的。全省狙击大赛的纪念品。纪念品？你被淘汰了？那第1名才有的。你是第1名？啊，第1名才给个纪念品，真是太抠了。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了？我马上要过生日了，你懂不懂？这不给你擦呢吗？满意不？太满意了，还是我哥懂我。我呀，有什么好东西全都被你搜刮了。哎，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哦，不对，哥，我想换个专业。我觉得还是刑事侦查比较适合我。蒋成有那么好吗？我换专业，关蒋成什么事儿啊？你考荆州警大就是因为他，人蒋成现在是刑警，你又憋不住了。那怎么就是为了他呢？那怎么就不能是为了你呢？你就不能自信一点？再说了，我从小就喜欢看《驼江世界》，这那个女刑警多酷啊！当女刑警多苦呀，妹妹。哥，爸妈已经不支持我了。你要是再不支持我，我就只能是伶仃洋里探伶仃。我太孤独。你知道，在我这个年纪，面对孤独是什么？孤独是很残酷的。我需要哥哥你的支持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无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妹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哥都支持你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，有哥哥在你身后，我就妹妹大大希望前走。莫回头。往前我该何去，又何从？回首孤身无语的星空，烟火绽放后，却留下懵懂迷茫面孔。奔跑吧，到这路的终点，我该平静拒绝。燃烧吧，到生命的终结，我该感谢黑夜。曾经的诚说出了誓言，该让全世界都能听见。此刻切入安适的信念，要让光明都能看见。还是喝酒吧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我问你问题，如果你不想回答，你就喝一口。朱姐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别废话，玩不玩？好，你问。你是什么时候到大学当教授？3年前。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省厅？大概5年前。你这么碰巧的到我们队里当了特聘专家，没那么简单吧？朱姐，我不是你的犯人。从无关痛痒的问题入手，利用手势辅佐刺激，从而建立手势与说真话之间的联系，这是审讯的技巧之一。巴甫洛夫条件反射，这是这刑讯的第一堂课。朱姐，别这样对我。
对不起。你想问什么，我都会回答。好，那我就直接问吧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相亲。为什么喜欢？以你的条件，你明明可以找比我更好的。像我这样的，经常工作又回不了家。其实你明明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温柔、更漂亮、更能照顾你。没有人比你更好。那你跟我结婚，到底是因为喜欢我，还是有其他什么目的？你早就参与侦查了。其实不用我跟你说我哥的事儿，你全都知道，对吗？是谁和你说？谁说的不重要，我说的没错，是吧？5年前最后一次接触上那伙人，就是你给的线索，是不是？周姐，你不公平，这是同一个问题。你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你就继续喝，但我必须问。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问他，他知道的所有事情。可是当我知道这个人是你，我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这些，我关心的是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留在我的身边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？你到底在瞒什么？周姐，江寒生，千万不要骗我。怀光连环杀人案，你听说过吧？当年在怀光市，短短3个月间，竟然有3名女性在自己家中被害身亡。3起案件最醒目的共同点是女死者都穿着鲜艳的红裙子，躺在散落着玫瑰花花瓣的床上。致命伤是腕部割伤，伤口系着蝴蝶结，由于失血过多，导致死亡。老师就在怀光市的刑侦支队工作。起初，他的侦查思路特别注重第一起案件的调查，想从起点入手，尽快找出杀人遗失背后的动机。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检索、排查，各类型小捞贼、有前科的嫌疑犯抓了一大堆。都没有获取实质性的突破。那有人员范围的锁定吗？很难，因为现场缺乏可供痕检的痕迹留存，也没有采集到有效的指纹。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这么强啊？你们有做犯罪人物的侧写报告吗？当然，但是当时的犯罪侧写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直接运用在调查当中，并没有获取重视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一个自称是凶手的人投案自首了。自首了？是一名会计。
叫陈丽。怀光连环杀人案，在当年之所以能结案，就是因为陈丽自首。警方带着陈丽指认犯罪现场，他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，口供细节与案发现场的情况都能一一对应。动机呢？说是不满前妻出轨，才会连续杀人泄愤。犯罪细节没有披露，那只有凶手最了解作案的过程，那凶手就是他了。唯一有一处 bug， 在第一起案件中，法医从死者的身上提取到了精斑残留，经过 DNA 的鉴定，并不属于陈丽。那这是很大的疑点了。当时给出的解释是，死者在被害前与其他的男人有过性行为。这个疑点还没有经过细究，就结案。那也太武断了吧！你跟老师的反应一样。听说他当时冲进了支队长的办公室，差一点把桌子掀了，不让支队结案。我都能想象出来老师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当事人并不正义。可是没办法，陈丽出现的太是时候。那王老师认为罪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怀光当地人，单身独居的中年男子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但是有一定的财力，或善于言谈，或相貌端正。各位领导，3起杀人案的案发时间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律，一起发生在休假期间，2起发生在工作日，这表明什么呢？表明凶手是不受单位的考勤制度的限制。当然了，凶手也可能没有单位。从凶手选定目标到杀害目标的整个全过程中，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反抗和挣扎的迹象，被害人的身上也没有束缚伤、防御伤。现场我们也勘察过了，门窗完好无损呢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被害人是心甘情愿地把凶手领回家的，也就说明这个男人在女人的眼里是很有吸引力的。那什么是吸引力呢？无非就是钱财貌，对吧？陈丽是一个小公司的小会计，一个月1丁点的收入，人其貌不扬，话都说不清楚，单位不受人待见，家里条件一般。陈丽是不符合嫌疑人的一切特征，他怎么能是杀人凶手呢？不可能啊！怀光系列案件里，最鲜明的特征是凶手在选择目标的时候，有特定的倾向。穿红裙子的女人，这一点很关键，这是凶手在选择目标时重要的标准，也是贯穿整个连环杀人案的内在动机。曾经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让凶手极其仇恨，他通过杀害与他形象相符的女人来泄愤。是他的妻子吗？我所了解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，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了。我能看看你家的衣柜吗？哦，好的。谢谢。我所有的衣服都在这儿了。你穿红裙子吗？我从来不穿红色的衣服。老师去找过陈丽的前妻，结果是一个传统朴素的女人，衣着打扮也近乎于保守。她说她从未穿过红裙子，更没有出轨。与陈丽离婚也仅仅是因为2个人的性格不合。那不就能证明他是撒谎了吗？不就可以翻案了吗？老师还没来得及把报告呈上去，陈丽就死了。肝癌，拘留期间的死。那我有答案了。是猜测，不是答案。我们都有猜测。陈丽也许是在替人顶罪，凶手把作案的细节都告诉了他，然后让他去自首。
在没有证据之前，猜测永远只能是猜测。陈雷死后，确实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凶杀案，而且犯罪侧写一直停留在理论的阶段，一直以来都只能作为调查的参考。有时候真相会证明理论的完全错误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怀光连环案和817案还有我哥，他们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？817，你只知道你哥哥周晨的牺牲，还有他的配枪不见了，对吧？我还知道，那伙案犯是姚组长抓到的，线人是你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你哥哥在临死前，与817的犯罪分子有过精神的搏斗。警方在他的指甲里提取到了血迹，血迹的 DNA 与20年前怀光案经班当中的 DNA 比对结果一致。那他们是同一个人吗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联，在817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，盛天决定从怀光案入手，来找这个817的参与者。可是怀光案也是疑点重重，根本都抓不到人呀。就从疑点开始，老师当年根据侧写排查了很多人，这些人都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又排除了嫌疑。是侧写有误吗？你说的没错。重启怀光案之后，老师把当年警方采证的记录都交给了我，让我出一份侧写报告。他怕自己的思路影响我，并没有告诉我他当年已经写过侧写。那结果有什么不同吗？年龄，我认为凶手并非是中年男性，而是年轻人，在18到23岁之间。充满仪式的案发现场，轻易地掩盖了最原始的杀人动机。周姐，你是在看我吗？没有啊。你又在说谎。你怎么了？喝瓶可乐把自己喝醉了？不是可乐，是海鲜。我海鲜。啊？海鲜味的泡面，你都过敏了？不至于吧？这没来得及告诉我。你发烧了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走吧。要是有事儿，一定告诉我。对了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哦，犯罪动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不管这个凶手把现场布置得多么花里胡哨的，他的原始犯罪动机还是强奸。性欲性，动机犯罪。当年既然凶手能让被害者主动带他回家，说明他具有一定吸引女性的能力。按道理，他不缺女人，让他在性欲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会有两种：第一，他有性功能障碍；第二，他和女性接触交往的方式与正常男性差异较大。但是第一种已经被我们排除掉了，因为当年在女尸体体内提取到了精斑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后一种情况。女人带他回家不一定是因为他有魅力，也有可能是他激发了女人的保护欲。中年男性很容易让女人有天然的防备心，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有优势。你还好吗？就快到了。结合痕检报告，我判定他是体型较小、身材羸弱，看上去并没有很大力气的年轻男性。出现时极其弱势。在3起凶杀案当中，死者的年纪呈增长态势，
这说明凶手更偏向于选择更加成熟的女性。所以我推断，凶手未必是婚恋关系有缺失，而是早年母子关系有问题。单亲家庭，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，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，而且他很有可能遭受过母亲的背叛、抛弃和折磨等，导致人格扭曲，迷恋女人的同时，又极度仇视女性。不过，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5年了。即便是有新的侧写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也抓不到犯罪人。但是你有了线索。真正的凶手不是陈丽，是戚言。戚言，就是那个捅了我哥10几刀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他的？了解犯罪人的性格弱点，就知道怎么激怒他。我只是放了一杆他的上钩。什么？他亲自现身，请我回去做客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把他抓了，有惊无险。我跟姚组长提前做过准备，他也算是来得及时。你说的好像很轻松一样。这是在那个时候，姚组长带人端了他们的藏匿窝点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很明显，他有一个不小的同伙在背后。那戚言呢？死了。猜到了。那个时候作为家属，他们告诉我们的，是行凶者至少有2个人，一个伏法了，一个拿着配枪跑掉了。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案子会继续侦查，继续就继续到了现在。周姐，当时枪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弄清楚一个个遇害的原因，我很抱歉。你有什么好抱歉的？我其实没有离开省厅的刑侦组队，大学教授这个身份，也是为了隐藏警察的身份。我不会放弃。原来，你一直是警察。谢谢你，讲很深。那你再跟我讲讲呗，那会儿你是怎么激怒他的，用什么方式？好像不记得了。他见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呀？他跟你说过什么呢？你们都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，他总该说点什么吧？也不记得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那你记得什么？你记得什么？记得周姐。
5年前死的那个人是严少。严少，尊称，年纪轻轻，地位不凡。他死了之后，老谢停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有人说，他是因为受了刺激，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少了人手，不自信了。大哥不这么认为。 817闹出的动静太大了，就算是老谢，也会有所顾忌的。大哥，那个严少是怎么死的？警察打死的，所以老谢才一直不让人动817那支枪，因为严少就是那次死的。可郑天偏偏要把他偷出来用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大哥，你见过他吗？ 你是说严少，还是老谢？老谢你肯定见过呀。有年头了。那件事情之后，老谢躲得厉害，再也没露过面。那个严少呢？只听过鬼的故事，没见过真鬼。这么神秘啊！ 老大，都准备好了。好。大哥，来，坐。这怎么都不吃啊？啊？做戏得做全套啊！跑到这儿来露营，要是状态不对，不就露馅了吧？来，喝一个。来，大哥。来。你们吃着喝着，阿成，说正事。好。大华，喂，各位，先把手机都交出来。不管你们带了几个手机，全都放到这个盒子里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恒运物流的中流砥柱。这是我跟大哥仔细商量过后，大哥钦定。前几天仓库停电之后，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事情。确实，那条通路出了点问题。今天之所以把大家叫到这么一个地方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。我跟大哥需要倚仗各位，重建新线。既要快，又要稳。我是这么觉得的，赖三儿的事儿我们要吸取教训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建立严密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架构。我们会把人员分成4个等级，最上层，大区经理，我。大区经理管理6名店长，也就是你们6位。每一位店长分管1名副店长。大头兵具体有几个，就你们自己来定。不是，大话写啊，这是。店长，不行干传销去吧？啊？对，大换血，而且还要加强把控。哎，那如果有人不服怎么办？底层的人员不服可以越层检举，我有权利罢免店长，但我没有任命权。任命权现在是大哥的，当然，以后会是大家的，尊重民意。如果在6位一致同意的情况下，你们也可以把我这个大区经理给罢免了。大家都没问题吧？接下来我们说说路径的事。小毛，陈哥，肉串码好。手机。大哥，我跟大哥的号码都存到你们的手机里边了。各位以往相对熟悉的人员路线，通过这个手机点对点的发给我，我会综合考量。从今以后，只要有关走货的事，
我们只通过这个手机联系。好，那我先撤了。大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阿成。我没看错人，谢谢大哥。大哥慢走。今晚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：初步我们只试通路，不走真货。需要这么谨慎吗？我们不能让上面知道我们自己藏了货，更不能让上面知道我们私自走了。你说呢，李老大？老大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想什么？我怕阿成想踩着您的肩膀上位。等到事情做起来再说吧。这次这么着急？最近上面可能有一大单货下来，能在我这里消化就好。根据赵小玉朋友的口供，他说赵小玉当天说想出去透透气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酒吧。之后给他发信息，他说有点累了，就回家了。他是跟这个人一块回家的。有这个人的正脸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这个人好像在刻意的躲避监控。他从酒吧出来以后就带赵小玉上车了，一点证也没拍上，而且车牌也是假的。赵小玉家附近的监控有查吗？丽水小区本来就是个老旧小区，可以查的摄像头不多，我都查了一遍，没什么发现。再给我放一遍吧。是。你先看着，我抱养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个车牌号能查出来吗？能，这个简单，来。宾地2A523是这个。宾地2A523。赵平，你查一下这个车牌号，看看能不能弄到行车记录仪。两位跟我来吧。小玉，小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怜的小玉，这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呀？我没事儿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对宝宝不好。我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跟我们家那个时候一样。那会儿我爸妈也是在里边哭。我就在这儿，这个地方，我
我甚至都不敢见见，也不敢看。小川，我是妈妈呀，你睁开眼看看我。秋雨，秋雨，秋雨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小五。堂里边结束了，受害人的情况我来向他父母问，你别管。对了，下午宁远、新港的刑侦要过来，一堆事儿，我忙不过来，你帮帮我。小雨啊，你怎么就这样？谁干的？谭姐，谢谢你。请您出山，您给多指指照。师傅，大侦探也在啊！好久不见，刘总，你好，领导，你们都认识啊？是啊，我刚调到总队的时候有过几面之缘，现在啊，只剩听传说的份儿了。粤海方的，新港鱼的。你好，张教授。你好，局长，看过您的论文。各位领导，咱们继续谈吧。好。挺厉害。来，江教授，来，请坐。以前啊，总听王老提起你，你的研究笔记、案例分析我都读过，没想到还能有合作的机会，青年才俊啊！啊，您过奖了。来，调到政法大学教书以后，感觉怎么样？都挺顺利的。离开一线了，你这一身好本事啊，真是屈就了。不敢说屈就，很好的工作。王老，您这是名师出高徒，高徒马上也成名师了。刘总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，张军，开始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，有关3起案件的资料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，就放在手边。现在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海州市赵小玉案最新的进展。死者名叫赵小玉，女，27岁，
是在2017年8月23号10点46分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了报案，死者当时是死于自己的家里，现场是位于滨江省海州市南城。现在看一下案发现场，重点关注一下这辆车。从这辆车的位置来看，如果说它的行车记录仪是正常运行的，那么大概率它是可以拍到嫌疑犯的正面的。放心吧，等我们侦查员照片过来之后，就会明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案发现场的照片。等一下，回到上一个画面。江教授是有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我裙子哪里不对吗？犯罪人不满意他们的裙子。本不该让你来承受，总是想倾尽我所有。若能换来片刻感痛，你看山海有雨，多自由。从不想看你低下头，总幻想着从今以后，若能换来相爱很久，看斑马在海洋的自在的遨游，怎样的爱你笑着说出口，决定这条路要和你一起走，愿上一息你的眼眸，多看一眼还不足够，十字路口你想走或想有，要牵你手。怎样能把爱你笑着说出口，确定这条路要和你一起走，一朝一夕你望眼眸，每分每秒不是奢求，十字路口不管向左或向右，终会